6月国漫霸屏榜单新鲜出炉，凡人强势回归，却惨遭网友各种吐槽。斩神第2季上线，反响却也平平。接下来，豆豆就带大家盘点一下6月国漫榜单霸屏榜前10，一起来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心水的国漫吧。第10名，牧神记。作为 B 站年番唯一上榜的独苗苗，牧神记从上线以来口碑就十分坚挺，更新日流量稳定，长尾播放贡献可观。对比凡人和仙逆这种头部国漫，牧神记属于细水长流的作品，但最近大雷音4的权谋段热度明显下滑，不论是平台热搜还是曝光，都不及同期的热门玄幻番，颇有一种酒香但巷子有点过深不出圈的感觉。牧神记的优缺点也很明显，它的权谋内核和视觉特效广受好评，但在叙事上最近有点拖拉，有点难吸引路人观众。好在牧神记之前积累下的观众够稳定，这才能够在众多国漫中挤进榜单前10。第9名，剑来第2季。剑来第2季开播前预约891万，创下了国漫纪录，开播16分钟热度就破了2万。剑来作为高文学底蕴的国风仙侠 IP， 在爽感上不及其他玄幻向的作品，但从长尾效应来看，剑来的热度一直不差。可惜的是，从第2季上线一直到结尾，剑来让人印象最深的出圈场面依旧是善良的阿良。剑来第1季的时候就被很多网友吐槽门槛过高，当时很多人称赞其文戏是国漫天花板，不懂的人多看几遍慢慢就悟了。但第2季的文戏台词有点过于说教，很多铺垫和人物心理刻画都比较仓促，劝退了不少观众。好在制作组还是比较听劝的，名场面打戏在被吐槽后重置，口碑短暂回暖。第8名，苍原图。作为优酷动漫版图的王牌，苍原图一上线热度就居高不下，长期霸占动漫热播榜榜首。但作为忠实追番爱好者来说，这几集的苍原图在打斗上特效是很不错，可是豆豆就有一种看了很久，主线剧情好像也没怎么推进的感觉，支线篇幅有点过多，大幅度挤压了主角的成长线。还有一个国漫的老问题，战力体系出现漏洞，但这些在牛牛和相柳都爱上长乐皇后的剧情面前，好像都是些小问题。牛牛问孟川什么是爱的时候，豆豆真的是一头黑线，就一种不知道怎么吐槽好的无力感，特别割裂。第7名，遮天。6月份，遮天凭借年番和剧场版双线推进，交出了一份热度在线但口碑有些撕裂的成绩单。悲观战王腾上线前全网预约达到了200多万，开播后就登顶腾讯各个榜单。在路人盛赞的时候，原著党则痛批遮天为了特效丢了灵魂，一堆做的奇奇怪怪的 NPC 让人看得实在辣眼睛。一部好的作品不仅在于主角的刻画，配角也很重要。遮天的配角可以说完完全全就是工具人，在改编上遮天已经陷入了两难，他们想还原原著又怕得罪粉丝，这种卡在中间两头不讨好的情况迫切需要改变，希望制作组能够找到在情怀和叙事中的平衡点。第6名，斗罗大陆2绝世唐门。依靠着斗罗这个顶级 IP， 绝世唐门的成绩在国漫中一直不差，整体属于播放量稳定，热度高开平稳。但随着播出的剧情越加深入，绝世唐门被诟病的缺点也越发的多。中后期的霍雨浩就像突然丢掉了人情味一样，变得冷漠无情，角色魅力大减。再加上这部剧饭圈文化太重，严重拉低路人好感，导致如今的存在感越来越弱。第5名，吞噬星空。自剧场版和新篇章上线以来，吞噬星空的口碑就呈现冰火两重天。作为腾讯科幻国漫顶流，吞噬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剧场版承接年番，直接跳过原始星的核心剧情，导致没看剧场版的观众在剧情上严重断层。看得出来，吞噬星空的制作方一点都不水，但经费全砸在特效上了，剧情上有着严重的硬伤。很多网友都觉得这种一燃到底的感觉很爽，但原著党却十分不满。原著的世界观深度在各种打斗下完全没有展现出来。虽然我们嘴上喜欢说罗峰是宇宙恶霸，但也只是戏言，这并不代表我们喜欢制作方将罗峰刻意往这个形象上靠近。原著很好，希望不要再越走越偏了。第4名，凡人修仙传。
在众多网友的期待之下，凡人最新一季《墨兰之战》终于在6月13号开播。凡人一开播便打破了 B 站纪录，手机同时在线峰值破了78万，追番超过1699万，横扫9大榜单，斩获了65个热搜。商业周边众筹24小时内破了500万。凡人在开播后被赞打斗国漫天花板的同时，也被众多网友吐槽战力崩坏，文戏改编引发原著粉不满。争议发酵后，还引发了制作组被全女团队接管的谣言，逼得导演深夜发文怒斥，并晒出150人的团队合照辟谣。不过，对于网友的批评，官方并未回避，他们不仅承认存在不足，还启动了重置修改，希望凡人不忘初心，再创辉煌。还有一点，多多想叨叨两句，凡人的进度能不能加快点？真的太慢了。第3名，完美世界。作为累计播放量突破200亿的顶流年番，完美世界的播放量和热度稳居榜单第3。在6月第3周的周播数据中，完美被凡人、仙逆远远甩在身后。有不少网友发现，完美最新一集的更新日热度竟然都没上18000，这对头部国漫来说成绩非常不理想。但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有庞大的 IP 基础和稳定的更新托底，再加上凡人是6月13才更新的第2季，基于以上种种，完美世界这才能将凡人挤开，排在榜单第3。第2名，斗破苍穹年番。不知不觉，斗破已经进入了尾声。自2017年1月斗破第1季开播以来，不少小伙伴已经陪伴斗破走了9年多。从第1季让人无语的画风，到3年之约的巅峰之作，算上特别篇以及年番，斗破已经更新了280多集。目前斗破的剧情已经来到了萧炎和药老参加药族大典，接下来就是经典爽剧的套路。不提去年斗破的表现，单说今年斗破完全是靠着老粉边骂边看才拿稳了这么好的成绩，也是这庞大的基本盘才让制作方在国漫这么卷的情况下还如此不思进取，放飞自我。按照斗破的基本盘来看，这种好成绩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全剧完结。希望最后制作方能给把力，让全网看到他们的实力不止于此。第1名，仙逆。仙逆6月份正片有效播放市场占有率 5.8%。自2026开年以来，仙逆已经连续6个月登顶。从他杀出重围后，一直都稳居国漫第1梯队。6月的剧情主要围绕亡灵重铸肉身以及雷之仙界篇展开，各种名场面不断输出，但在改编上也引起了不少争议。仙逆在剧情上因为节奏快、爽感足备受好评，但感情这一块饱受抨击，男主粉、女主粉以及 CP 粉经常性的吵翻天。男频剧的爽感至上，仙逆已经做到了。特效技术制作方面，仙逆也很顶。现在唯一需要把控的就是某一部分的改编以及饭圈文化。以上这个榜单是根据云和数据最新发布的全网有效播放霸屏榜前10。或许榜单中有不少国漫已经不太在小伙伴们的必看清单中了，只是偶尔会去看看，但他们的基本盘也是真的非常稳。6月也有完结的国漫，比如一人之下，真的强推大家去观赏一下。最后一集50多分钟，看得都直呼不愧是老年热血漫，小的一个比一个阴，老的一个比一个燃。斩神第2季也在前不久上线，燃的同时又有点讲不清楚剧情，说实话有点失望，希望后面制作方和编剧给点力。下一期豆豆就要盘一下2026上半年的榜单，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整个上半年的数据如何，又有哪些国漫能杀进榜单呢？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